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。我们今天要聊一个特别重要也很好玩的内容，就是汉语的量词。很多朋友一开始学中文的时候，会觉得量词有点难，好像每一个名词都需要一个量词。可是量词有很多，怎么记呢？别担心，今天我们用10分钟的时间，一起轻松地掌握最常用的量词。其实，量词就像是小帮手，它们在数字和名词中间，帮助我们把话说得更清楚，也更自然。比如你想说一个人，就需要量词个，人这个名词前面要放个，所以我们说一个人、两个人、三个人，很简单吧？我们再来一个生活中的例子。假如你和朋友去咖啡店，你想点水，你可以说我要一杯水，这里的杯就是量词。我们不能直接说我要水，因为这样不清楚，不知道是一杯水、一瓶水还是一桶水，所以我们说一杯水、两杯水、三杯水，这样大家就明白了。你看，量词其实很有意思，它告诉我们东西的样子、大小、形状。再比如，你去书店买书，你不会说我要3书，对不对？这样别人听不懂。你要说我要3本书，本是书的量词，一本书、两本书、三本书。这样一说，大家立刻知道你要的是书，而且是3本，是不是很清楚？所以量词就像是桥梁，把数字和名词连起来。我们再练习几个常用的量词，比如张。张常常用来表示纸、照片、票、桌子。你可以说一张桌子、2张票、3张照片，生活里很常见。想象一下，你和朋友去看电影，你对售票员说：“我要2张票。”这里的张就是量词。如果你说我要2票，那就不自然了。还有一个常见的量词是指，指常常用来表示动物，比如1只猫、2只狗、3只鸟。在家里你可能会说我有1只猫，在公园你可能会看到很多只鸟。指也可以用在一些身体部位，比如1只手、2只眼睛，这样说很自然。再来一个量词是件，件常常用来表示衣服、事情，比如说1件衣服、2件事情、3件礼物。你去商店买衣服，你可以说我想买一件红色的衣服，这样就很清楚。我们也可以看看条这个量词，条常常用来表示长长的东西，比如裤子、鱼、鹿、河。你可以说1条裤子、2条鱼、3条鹿、4条河。比如你今天去市场，你看到1条大鱼，你就可以说我要买1条鱼。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刚才的几个常用量词：个、本、张、纸、件、条。这几个是最常见也最有用的量词。如果你能记住它们，你就可以在很多生活场景中用得很自然。我们再来做一点小练习。想一想，你在学校，你看到学生，你会说1个学生、2个学生、3个学生。在图书馆，你看到很多书，你会说很多本书。在家里，你看到桌子，你会说1张桌子。
在公园，你看到狗，你会说2只狗；在商店，你看到衣服，你会说3件衣服，是不是很简单？其实，量词不仅仅是语法问题，它也和生活有关。比如在餐厅，你可能会说：“我要1碗米饭。”这里的碗就是量词。你也可以说：“我要1盘菜。”这里的盘就是量词。你去喝茶，可以说：“请给我1壶茶。”这里的壶就是量词。你看，这些量词都和真实生活里的场景连在一起。你只要多用几次，就会觉得很自然。很多外国学生常常会用错量词，比如他们会说3水，但其实要说3杯水或者3瓶水。他们也会说2个书，但应该说2本书。一开始犯错没关系，慢慢的你就会习惯。你可以把量词当成游戏来学，给自己一些小问题，比如我要3书，你就填本；我要2票，你就填章。这样一练习就会越来越熟。我们也可以用量词讲一些小故事，比如说，有一天你去超市，你想买水果，你说我要2斤苹果，这里的斤是量词。你又看到香蕉，你说我要1串香蕉，这里的串是量词。你看到鸡蛋，你说我要10个鸡蛋，这里的个是量词，是不是很生活？你几乎每天都能用到这些句子。再比如，你和朋友聊天，你可以说今天我买了1件新衣服，或者昨天我看了一部电影，这里的部是电影的量词。你也可以说上个星期我写了1封信，这里的封是信的量词。这样你的语言就会更准确，也更生动。有时候一个名词可能有好几个量词，意思会有一点点不一样。比如纸，你可以说1张纸表示1整张，你也可以说1片纸表示小小的一片。再比如雨，你可以说1场雨表示1段时间的雨，你也可以说1滴雨表示1小滴。量词让我们的语言更丰富，更有画面感。再来看看个这个量词，其实个是最万能的量词。很多时候，如果你忘记了别的量词，可以先用个。比如说1个苹果、1个问题、1个学生。虽然不总是最准确的，但别人一定听得懂，所以个就是你的安全量词。你可能会问，为什么中文里一定要用量词，而英文里不需要呢？比如英文可以说 3 books， 不需要量词，但是中文要说3本书。其实这是中文语言的特点，量词让语言更具体、更生动。你说3本书，大家立刻知道这是3本独立的书，不是3页，也不是3袋。所以量词很重要。我们再来一些更有趣的例子。你去餐厅，你说请给我1盘饺子。你去买鞋，你说我想要1双鞋。你去看医生，医生可能会给你药。他说1天3次，每次2片。这里的次和片都是量词，次表示次数，片表示药片。生活里还有很多特别的量词，比如1头牛、1匹马、1座山、1栋楼、1辆车，这些都是日常常见的。你可能觉得很多，但是别担心，你可以先从最常用的几个开始学，像个、本、
张、纸、剑、条。等到你熟悉了，再慢慢加新的。其实，学习量词最好的方法就是在生活中用。比如你在家里，可以对自己说：这是一张桌子，那是2把椅子，这是一台电脑，那是一部手机。你在外面，可以说：我看到3只鸟，我看到2辆车。这样你每天都在用量词，很快就会记住。你还可以和朋友玩一个小游戏，一个人说名词，另一个人加量词。比如一个人说书，另一个人要说一本书；一个人说猫，另一个人说一只猫；一个人说票，另一个人说一张票。这样玩起来很有趣，也很有效。朋友们，其实量词并不可怕，你可以把它当做一种语言的音乐，每一个量词都有它的节奏，它的感觉。当你说一个人、2个人、3个人，是不是很有节奏？当你说一本书、2本书、3本书，是不是很顺口？所以量词也能让你的中文更好听。最后，再送大家一些实用的句子，可以每天练习。比如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有2本书，桌子上有3张纸，公园里有4只狗，商店里有5件衣服，冰箱里有6个鸡蛋。今天我喝了1杯水，昨天我吃了1碗米饭。上个星期我看了一部电影，明天我要买一双鞋。每一天我都学一点中文，你可以试着跟着我一起说，大声读出来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的10分钟学习就到这里。现在你已经认识了很多常用的量词，也知道怎么用它们。别担心，不需要一次学会全部，只要你每天用一点点，很快你就会很自然地说出来。记住，量词不是难题，而是让语言更清楚的小帮手。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，也希望你可以在生活里多多练习量词。加油，我们下次再见。